大家好，5月16号傍晚，水波蛋的视频一上传 YouTube， 就受到朋友们的关注，好多朋友说马上开始吃。第二天一早，一位也开始学综艺的朋友就微信来问，看了水波蛋视频，今天吃了。懒兔子在医学就会书里提到用水波蛋治喘的一案，可是这个跟脚后跟裂有什么关系？肺主皮毛吗？他说对了，就是中医著名的五行五脏五腑对应的关系。人体的肺脏好不好，我们外表看不见，可是皮毛好了就知道肺好了。在疫情下，肺的养护和功能的完善尤其重要。第一个视频，我介绍了家人和自己吃水波蛋的实践结果。第二个视频针对网友的问题做了回答和视频指导。今天我们来说其中的原理和其他用途。首先介绍我得到这个知识的来源，懒兔子老师公众号推荐这个食疗方，这是他的公众号。水波蛋的功效除了我在第一期视频里家人实践的这些方面，据他说收到了很多相关的成功医案，包括用水波蛋治疗咳嗽、哮喘、鼻炎、小儿眨眼、皮肤病等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功效呢？我们先讲原理。中医文化博大精深，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。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对应五脏，肝心脾肺肾，也对应五腑，胆小肠胃大肠膀胱，还有其他各个方面的对应，我们就不一一解说。这一期我们只关注脾和肺的知识即可。肺五行属金，对应大肠、鼻、脾、毛、悲。内经里说，肺在体和脾，其华在毛，在窍为鼻，在志为悲，在液为涕。翻译成白话就是：肺主皮毛，开窍于鼻，忧思伤肺，鼻涕由肺经所化。从上面五行五脏的介绍，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五脏六腑。从人体图可以看到，肺在五脏六腑中的位置是最高的，肝、心、脾、肾、胆、大小肠、胃、膀胱都在它的下面，所以它覆盖着所有的脏腑。因此在中医上，肺又有一个别称叫华盖。华盖通常指古代皇帝车架上的大伞盖，是尊贵与地位的象征。中医用它来比喻肺的尊贵地位。肺之所以称为华盖，还与它的重要功能有关。具体有什么功能，我们下期再细说。大家看这个五行相生相克图，只看图最下面的白色和黄色的圈即可。黄色是脾胃，属土，土生金；白色是肺，属金。所以说土是金之母，脾胃好了，肺也会好。为什么看上去不起眼的水波蛋可以治疗这么多的问题呢？我们来看一下鸡蛋的药性解释。蛋白也叫鸡脂白，味甘，气辛，微寒，入肺经，可以治疗咽喉肿痛、发声暗哑。蛋黄也叫鸡脂肪，味甘，微温，入脾胃经，它可以降浊阴而生清阳。所以蛋黄和蛋白，一个是入肺经滋养肺阴，另外一个是入脾胃补养脾经。从上面五行五脏的关系，我们已经知道脾胃其实就是肺的妈妈。中医医治有子虚补其母的疗法，水波蛋其实就是这个道理。水波蛋
滋阴润肺，而肺主皮毛，肺阴充足，皮毛自然也会滋润有光泽，手足裂自然也会愈合。所以这期视频的开始，我们就说人体的肺脏好不好，我们外表看不见，可是皮毛好了就知道肺好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这一期我们先讲到这里。我介绍了我知识的来源，水波蛋其他的功效，重点解释了其中的原理。下期我们来讲为什么水波蛋对小儿眨眼也有效，以及肺的功能和食疗养肺、练功养肺的各种方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